聖多美不是一本完美的護照，但在10萬美元以內，它提供的是一個合法、可繼承、可持續向上規劃的國籍新起點。如果你關心的不是炫耀，而是現實中的可用性、合規邊界和後續的空間，那這個項目至少值得你認真了解一次。嗨，大家好，我是獨立離岸顧問 Sean， 關注我，讓你全球都有人。在這個時代，如果你還覺得有錢就能夠拿到護照，那你多半已經被市場淘汰了。過去10年裡，加勒比護照被炒成了奢侈品，歐洲黃金簽證成為了審計地獄。美國、加拿大更是直接把門焊死，而真正要命的還不是價格，而是那一套越來越難的 KYC、CRS、資金來源和人生履歷審查。很多老板不是沒錢，而是故事太多。10年前的一筆生意、一次跨境、一次極限的操作，現在全都成為了身份申請裡的雷區。你會發現，世界不是不給你身份，而是只給乾淨履歷的人身份。那我們這種在現實世界裡摸爬滾打過的人，難道就沒有活路了嗎？如果你的人生有點小複雜，是不是就沒有資格擁有第二身份了？這正是為什麼一個位於幾內亞灣的小島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突然在全球投資入籍的圈子裡正在被不斷的提起。就在2025年8月，這個國家通過並生效了投資入籍法案。這在當下這個被 CRS 政治正確和道德審查全面包圍的世界裡，簡直像是一條 bug 級別的漏網之魚。它不是用來和加勒比護照比免簽數的，它更像是一艘中低預算的身份救生艇，給那些被主流體系擠到角落的人一條重新上岸的路。問題只剩一個，在全球身份越來越貴、越來越難、越来越不講人情的今天，這會不會是你和你一家4代人最後一個還沒被玩壞的合法通道呢？一家4代，你沒有聽錯。話不多說 ，Let's get into it。聖多美在哪兒？靠譜嗎？經常關注我們頻道的老鐵們一定會感到非常的驚訝，這個聖多美到底是個什麼地方？一個非洲國家給你發的這本護照靠譜嗎？別着急。這正是最關鍵的一步。要判斷一個投資入籍項目值不值得碰，第一件事永遠不是看價格，而是看這個國家是不是一個正經國家。聖多美和普林西比不是某個被包裝出來的項目島國，它是一個1975年從葡萄牙獨立的主權國家，位於非洲中西部的幾內亞灣的赤道附近，由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多個島嶼組成，國土一共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人口也就20來萬。但它採用的是總統制和議會制的混合政治體制，多黨民主的共和國，遠離非洲大陸，沒有戰爭，政局穩定，是葡語國家共同體和中非國家經濟共同體成員，和世界各國關係都很乾淨，沒有什麼被制裁、衝突或者黑歷史。你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個存在感不強但底子很正的小號葡語國家。經濟上它不富裕 ，GDP 一年也就5億多美元，主要靠可可、漁業、旅遊和外援過日子。每年能夠吸引到的國外直接投資只有5000萬美元左右，所以你就不難理解它為什麼這麼迫切的要引入海外資金來推動國家轉型了。也正是因為這個背景，2025年聖多美幹了一件非常務實也非常聰明的事情。他沒有學歐盟國家搞黃金簽證，也沒有學土耳其玩地產基金，而是直接在共和國法令裡寫明了一條新路徑，通過向國家轉型基金捐款，直接獲得聖多美公民身份。2025年8月1號，第072025號法令正式生效，投資入籍從此成為該國的法律一部分。這不是什麼中介協議，更不是什麼灰色操作，而是寫在國會和政府公報裡邊的國籍獲取制度。說得再直白一點，9萬美元你買到的不是房子，不是債券，不是基金份額，而是一個國家名正言順的公民身份。根據當地法律，申請人在取得公民身份後，可以依法選擇姓名在官方文件上的呈現方式。這對希望能夠個人品牌重塑、國際身份統一的人來說，是一個非常實用的選項。放在今天這個被 CRS、KYC 和政治正確層層包圍的世界裡，這種正規、高效且實用的現金換國籍幾乎已經成為了瀕危物種。而聖多美的這個項目因為剛剛上線，沒有歷史案例積壓，沒有大國施壓，現在只需要遞交原則性批復1.5個月就能夠出來。你還需要注意的一點，它和瓦努阿圖、加勒比烏湖等投資入籍國一樣，採用的是先審批後投資的方式，只需要先交5000美金，通過審核，該國政府就會給你發送正式獲批函，然後才需要你完成投資。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它是目前全球少數還沒被玩壞的低成本、合法合規的入籍通道之一。圣多美護照，為什麼你難以拒絕？說到這裡，很多老鐵心裡其實開始打鼓了。國家聽起來挺正經的，價格還是目前全球最低。但真正要命的2道坎，我能不能過？一個是良民證開不出來怎麼辦？一個是會不會先把錢交了，最後護照遙遙無期？那咱們先來說說良民證這個事兒，因為這幾乎是所有故事比較多的朋友的最大痛點。聖多美這套制度在規則設計上更具現實彈性，它要求良民證不是死盯着你的原國籍，而是給了你一個現實可操作的2選1。你只需要提供国籍国或者長期居住國其中之一的近3個月內開具的證明即可。舉個簡單的例子，不論你的原籍地在哪，只要你在任何居住地有合法居留，比如在亞美尼亞、馬來西亞、泰國或者阿爾巴尼亞住過一段時間，用當地開的證明就可以直接代替原國籍的證明。說實話，這在絕大多数投資移民項目裡真的是不多見的。更貼心的是，遞交時只需要公證後的掃描件，不用你把原件邮來邮去。很多潛在的操作風險和時間成本在制度層面就已經被提前給規避掉了。我再給大家詳細解釋什麼是先審批後投資的高效流程。你先遞交材料，政府進行盡職調查和背景審核，然後給你出一份原則性批复。只有這份批复到手之後，你才需要在30天內把那9萬美元的捐款打進國家轉型基金賬戶。等錢到位，護照和公民註冊證書才開始制作和簽發。這本質上就是一個不給錢不拿身份，沒身份不收錢的雙向鎖定機制。對於我們這種見過世面、甄別各國騙局的江湖老油條來說，這種流程結構比任何廣告都更有安全感。再加上它幾乎不設國別限制，除了朝鮮以外，全世界任何國籍的申請者都能夠接受。資金来源要求也非常的寬鬆，實操中只需要同名賬戶轉賬可驗證，沒有那些花裡胡哨的資產證明和追溯10年的流水。更誇張的是，它對家庭的包容度極高，一家4代都可以一起上車。如果你家裡人多，甚至可以一次性拿下全家10幾20本護照呢。而這兒在制度上都是被允許的。這種尺度在瓦努阿圖、瑙魯、加勒比或者土耳其這些老牌項目裡想都別想了。說白了，這不是一個設計給完美履歷人群的項目，它是專門為現實世界裡那些複雜但真實的人留的一扇門。聖多美護照怎麼用？聊到這兒，很多人心裡一定還有一個疑問揮之不去。好，就算我能拿到這本聖多美護照，它畢竟是本非洲國家的護照，拿它到底能幹什麼呢？它價值幾何？其實你真正要問的不是它強不強，而是它解決什麼層級的問題。聖多美護照的定位從來就不是拿來和德國、日本、阿聯酋、新加坡比免簽數的，它解決的是你的底層身份歸屬問題，是你在這個世界上用什麼國籍站出來的問題。從實用角度看，這本護照現在可以免簽、落地簽和電子簽進入大概98個國家和地區，這裡面包括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澳門和泰國這些亞洲的核心節點。這意味着你出入東南亞，走香港中轉去辦各種簽證或者銀行開戶，都會比你現在用的身份順暢得多。你不用指望它帶給你什麼免簽整個歐盟的申根區，但是你會發現，用它在新加坡、香港跑一圈，把很多卡在原籍國護照的門檻一次性的拆掉，現實世界立刻就不一樣了。但更關鍵的是它背後的葡語國家共同體身份。聖多美是葡萄牙語國家共同體成員，這個身份讓你在申請葡萄牙和巴西的居留簽證時天然站在快車道上。不論是葡萄牙的第7數字游民，還是後續的長期居留，難度都顯著低於普通的第3國護照。你拿聖多美護照的價值，從來就不是只能在非洲生活，而是用它作為鑰匙，打開葡萄牙和它背後的歐盟，以及巴西和它背後的拉美這2扇大門，這才是它真正的價值所在。再疊加資產配置的維度，這個身份還可以給你一個非常乾淨的稅務和信息交換起點。從 CRS 信息交換的角度來看，聖多美並不屬於高度金融透明的司法辖區，這使得它在跨境資產配置具有一定的靈活性。當然，具體的銀行和賬戶合規需要結合個人的情況單獨規劃，配合我們之前反复講過的格魯吉亞銀行體系，
比如 BOG 這種既不主動 CRS 交換，又對數字資產友好的銀行，你可以輕鬆拿到正規地址證明，甚至可以通過我們的渠道，讓客戶經理在系統裡為你重新標記身份。從此，你在全球金融體系裡的人設就徹底換了一套。說到底，盛多美不是終點，而是一塊跳板。它把你從一個被原始身份拖住的人，送進一個可以自由搭建未來身份和資產結構的起跑線。盛多美護照適合誰？說到這裡，其實你心裡大概已經有了一個模糊的輪廓了。盛多美這本護照到底是為誰準備的？它不是給那種預算幾百萬、履歷乾淨的像白紙，可以慢慢排隊去加拿大、澳洲的人準備的。它更像是給那些已經在現實世界裡打過仗的人留的一條後路。如果你想要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第二身份，但總預算最好控制在10萬美元以內。如果你的人生有點複雜，跨過境、做過生意、換過地方，不太適合在傳統移民官面前把20年的履歷攤開來講故事。如果你需要的是一本乾淨的，可授予上一代並傳給下一代，還能夠繼續往上跳到葡萄牙、巴西甚至更多國家的護照，那麼盛多美這種低調但正規的國籍反而剛剛好。它不是讓你一步到位站上金字塔頂尖的東西，而是先把你從原來的身份泥潭裡拉出來，給你一個全新布局全球身份和資產的起點。當然也必須說清楚，如果你預算充裕、履歷完美，目標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或者歐盟直通車，那這個項目未必是你的最優解。我們手裡也有加勒比、土耳其以及世界各地的規劃入籍線路可以用來對比。但在這個身份越來越貴、越來越挑人的年代，能夠在10萬美金以內給你一個乾淨、可繼承，還能夠繼續跳板的國籍，盛多美絕對屬於那種你不看可能後悔的選項。如果把今天的視頻濃縮成一句話，那就是盛多美不是一本好看的護照，但它是這個時代少數還能夠救命的護照。9萬美元，你買到的不是房子，不是基金，不是3年後要看市場行情才能夠退出的資產，而是一個國家的公民身份。無積壓，要求寬鬆，這在今天已經是極其稀缺的資源。當你拿到這本護照後，它的作用遠遠不只是免簽多少個國家，更關鍵的是它背後的葡語國家通道，讓你可以用盛多美這把鑰匙輕鬆地打開葡萄牙和巴西的大門，把一本非洲護照變成進入歐洲和拉美體系的跳板，再疊加不在 CRS 稅務自動交換體系裡的身份屬性，後續再和格魯吉亞銀行這樣的百搭賬戶結合，你就會發現它在資產隔離和身份重塑上的價值，往往比你買的任何保險還要超值10倍、100倍。盛多美不是一本完美的護照，但在10萬美元以內，它提供的是一個合法、可繼承、可持續向上規劃的國籍新起點。如果你關心的不是炫耀，而是現實中的可用性、合規邊界和後續的空間，那這個項目至少值得你認真了解一次。在這個身份越來越貴、越來越難、越來越不講人情的年代，這樣一條低調但合法的通道才是真正的稀缺資源。當然，除了今天視頻介紹的盛多美和普林西比 CBI 項目，目前全球還有加勒比五虎、瓦努阿圖、土耳其等等，大家都是各有所長的。另外，在2026年預計還將有博茨瓦納等國家也將正式推出類似盛多美這樣超高性價比的投資入籍項目。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都歡迎訂閱我們頻道，或者在視頻下方留言，一起討論交流交流，或者直接私信我們，咱們一起研究研究。爽槍，一個最懂企業家跨境配置的頻道，我是Sean，我們下期見，拜拜。